我林渊，青州林家嫡孙，因黄阶下品灵根，资质平庸，被家族上下轻视。祖父离世后，家业被三姑婆的入赘女婿林万山掌控。林万山逼走我父，害其意外身亡，又强逼我交出祖父留下的太玄令，那是进入太玄宗成为外门弟子的唯一凭证。我若不交，就要杀了我。生死一线之际，我绑定了吃亏返还系统。我每遭受一次损失或不公，即可获得10倍、100倍、1000倍乃至万倍的返还。我果断交出太玄令，触发暴击奖励，得到了太玄宗的小珠风令，此令可直接拜入太玄宗9大封主之一，金丹大名冷明月门下，享受封主亲传弟子待遇。进了太玄宗，我故意找亏吃，送萧仙儿帮夏星瑶换来吞天引气诀、五雷正法、玄元龙纹盾、完美炼丹术，靠完美筑基丹硬生生堆出了完美筑基。赵坚家成了我的新返还宝宝，一次送出1000倍返还，3品全系术法和9转结丹秘法全到手。如今林凡被逐，我也完美筑基，林家在我眼里已经不足为虑。待我小竹峰的拍卖行建好，我必会回去算清旧账。另外，我还掌握筑基境攻击法术天花板，极品雷法五雷正法，足以碾压同阶一切攻击手段。就算受伤，我还有灵元诀。哈哈，这就是挂逼的快乐吗？开挂一时爽，一直开挂一直爽啊！现在我叫星瑶和仙儿帮我采购一些绘制符箓的材料。林师兄，那么多材料，你是要不会是为拍卖行准备的吧？是也不是，我准备炼制一些符箓。什么？林师兄，你会炼丹就算了，怎么想着炼制符箓呢？是啊，符箓之道也需要长期积累，所需要的资源和精力丝毫不弱于炼丹。林师兄，你会不会走偏了？糟糕，不应该说出来。不过他们岂能知道，我不但炼丹制符、阵法、御兽也达到了3品。事已密成，也会少给他们说这些。我就试试。好了，你们抓紧时间修炼吧。马上咱们小珠峰的拍卖行就要开张了，以后有你们忙的地方。是，师兄。符篆本身就是一个灵力容器，绘制符篆的过程就是将自身灵力注入其中储存起来，而符文则是触发灵力释放的模式。我掌握了3品制符术，技术层面我完全有能力绘制出金丹境威力，不过实际上我才筑基，灵力强度和总量都不足以支撑绘制金丹境符篆，所以绘制筑基境的应该是绰绰有余。这才画了几张，灵力就消耗殆尽了。要知道我的灵力可是同阶修士的10倍，竟然也只能达到这样的程度。还好，我炼制的有回灵丹。符箓分为3类：攻击符箓如引雷符，防御符箓如金光护体符，功能性符箓如此遁地符。如今我引雷符足90多张，所以我只绘制了20张金光护体符和20张遁地符。给星瑶和仙儿各分几张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剩下的这些暂时也够用了，后续每天有空随便画几张，也不算浪费。就算以后用不到了，拿去卖掉也能赚不少灵石。这些符箓你们拿着。这是无比珍贵的筑基境符箓，林师兄，你对我们也太好了吧！我该如何报答您呢？报答？至于怎么报答，你们想一下吧。对了，没事的时候去师妹那边施展符箓，让她羡慕羡慕。师兄，为什么？我现在就赵师妹一个返还宝宝，得不停刺激她才行。师兄让我们去施展，那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去一趟玉灵峰，你们开始吧。不要心疼符箓，我这要多少有多少。是。这2个外门弟子在做什么？哎呀，师兄给我的金光护体符效果还真不错。是啊，筑基境的符箓肯定效果和其他的不同啦。他们竟然如此毫无节制地浪费筑基境符箓，
师尊为什么非要林渊当大弟子？这样迟早会把小珠峰的资源给浪费掉。不行，我要筑基，我要完美筑基，我要超越林渊，我要成为小珠峰的真传大弟子。将来小珠峰的资源都要由我来分配才行。我掌握了3品御兽术，我怎么说也是师尊的大弟子，小珠峰怎么也得弄几只灵兽抬门脸。不仅如此，更实用的是，御兽不但可以带步，甚至战斗的时候灵兽还能御敌，如果不济还能逃命。陈师兄，不好了，那只幻梦蝶快不行了！什么？林师兄，实在抱歉，我这边出了点急事，需要立刻过去处理。你看，要不我让其他师弟过来，继续给你介绍。幻梦蝶，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只极为珍贵且特殊的灵兽。我方便跟你一起去看看吗？幻梦蝶说它珍贵，是因为它的能力极为离谱；说它特殊，是因为它可以说毫无战斗力。它的上限就是炼气境，而它的能力就集中在幻和梦2字。幻使它可以施展幻术迷惑敌人，甚至还能迷惑主人。如果战斗落入下风，它可以用幻术激发主人身体潜力，瞬间恢复一定的状态。梦字则是它身上的磷粉，有着强大的催眠效果。果然还是不行了，这可是整个御灵峰最有希望突破到筑基境的一只幻梦蝶啊！陈师兄，我们已经尽力了。幻梦蝶修为境界上限只有炼气境，寿命极短，从来没有人能将它培养到筑基境，导致它的幻术和催眠效果只能针对炼气境修士，这就让它的价值大打折扣，显得有些鸡肋。这只幻梦蝶和一般的不一样，它似乎也很想突破到筑基境，不过这对于灵兽峰的人来说太难，但别人做不到的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这只幻梦蝶卖吗？林师兄，我倒是想卖，可实在不敢占您的便宜。这只幻梦蝶的活跃度已经大幅消减，以我的经验判断，它的寿命最多还有不到1个月，很快就会死去。如果把它卖给您，那不是坑您吗？他可是冷师叔的亲传大弟子，借我100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坑他呀。情况我已经清楚了，我确实很喜欢这只幻梦蝶，所以才想买下来试一试。无论最后结果如何，我都不会有任何怨言，更不会追究你的责任。既然林师兄真心喜欢，那也就别提什么卖不卖了。明知道他快要死了，我要是还收您的钱，未免太不厚道。林师兄，直接把他带走便是。只有别人占我便宜的，我岂能占别人便宜？不行，一切都要按规矩来，不能让你难做。我师父要是知道我白取宗门弟子的东西，免不了要怪罪我。该多少钱就多少钱，你直接开个价吧。既然师兄执意如此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普通的幻梦蝶价值3000下品灵石，这只的潜力远超普通幻梦蝶。正常情况下，造价6000下品灵石都不为过。但他现在濒死，我就收您1000下品灵石吧。成交。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让这小家伙筑基，筑基后寿命就会得到大幅延续，而我很有信心将它培育成结丹境的灵兽。靠，一只结丹境的幻梦蝶辅助我战斗，同阶修士定会毫无招架之力。星瑶、仙儿，你们做什么呢？仙儿师姐，你给师兄说，我害羞。师兄，你如此善待我们，若不是你的帮衬，我萧仙儿绝不会走到如今的高度。所以为了感谢你，我和星瑶甘愿做你的侍妾。啊，这不好吧？如果现在不让师兄拿下我，等到师兄将来修为有所成就，他不要我了，怎么办？林渊突破筑基后，每一步修行要更为重要。林渊是林老唯一嫡孙，尽管如今达到了完美筑基，但是资质依旧是杂灵根，上限终究有限，所以开始散业也是常情。以后我还是不能随便审视查看他的行为了。毕竟他长大了，不过我担心他难以把握限度，下次还是要提醒他，不可沉迷其中。事情为什么会这样？师兄，师兄，我们会对你负责的。这30枚完美筑基丹给你们，你们先抓紧时间修炼吧。如果你们能赶在赵师妹之前筑基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
小家伙，现在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完美品质的西灵丹，怕是丹顶峰都没人炼制得出来，更何况玉灵峰。小家伙，跟着我，你算是有福气了。你也感受到这些四灵丹的非同一般吧？交出你的一缕命魂，任务为主。小家伙，我是看你现在身体虚弱，不能强行分你命魂。如果你不识趣，这一瓶完美四灵丹，我都要拿去喂狗了。而这里面全是完美筑基丹。不错。你倒是个肯努力的小家伙，只可惜这世上的延寿宝物和丹药，要么极为稀有，要么所需材料我暂时搞不到，只能给你提供这完美四灵丹。能不能迈过这道坎，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普通筑基丹，哪怕是极品，也只能提升筑基的成功率。这完美筑基丹竟然能直接提升筑基品质，简直是逆天之物！师尊，弟子只是玄阶上品灵根，只能达到中品筑基，没想到服下这枚完美筑基丹，竟然达到了上品筑基。这算是你的造化，你下去吧。一两个修士或许看不出什么，但如果整个宗门的弟子都能如此，宗门的整体实力必然会跨越一个大台阶，实现质的飞跃啊！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，我要找师妹商议。师尊，不好了！其他几峰弟子闻宗门内最近有上品和极品筑基丹，纷纷前来求购。听说是小珠峰林渊师兄，纷纷要求林渊为宗门大量炼制筑基丹。什么？果然能提升筑基品质，可外界如今已经传开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师姐，你先去通知其他几位峰主，告知他们完美筑基丹的效果，这件事根本瞒不住。与其被动曝光，不如主动说明。咱们师姐妹那几峰好办，可从宗门的角度来看，让林渊大量炼制完美筑基丹，提升宗门整体实力，才是最大的利益所在。我担心会有人动心思，逼迫林渊一直为宗门炼丹。毕竟他即便是完美筑基，只怕也很难结丹。与其让他虚度光阴，不如榨干他的剩余价值。我自然考虑到了这一点，尤其林渊是我的弟子，剑罡峰的徐坤必然会借着这件事为难他，所以我要亲自去见师尊，把事情说清楚，求师尊出面。对，只有师尊出面，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丹药可以炼制，但绝对不能过度逼迫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林渊每个月向宗门上交一定份额的完美筑基丹，其余时间由他自由安排，也不怕耽误了他修行。那就麻烦师姐了。小事一桩，我这就去通知其他峰主，这事情早点敲定，咱们心里也能踏实些。小竹峰在太玄宗不过一个小峰，太玄宗要发展要壮大，林渊必须全力为太玄宗炼丹。宋峰主，这件事宗主也只会和我站在一边，你就请便吧。该死的徐坤，针对小珠峰的心不死。我还没说出林渊能炼制完美筑基丹，如果知道能炼制完美筑基丹，那还得了？看来只能召集所有峰主议事，用宗门规矩定夺了。见过师姐。见过云峰主。
久违了，诸位封主。宋封主，你近来红鸾星动，不日之内怕是要有一段好姻缘呐。岳封主，麻烦请入座议事吧。我对这些虚无缥缈的事情没兴趣。红鸾心动，我此生注定将心血奉献给丹道，怎会对男人动心？这老头真是大嘴巴。诸位封主，今日召集大家议事，是因为小竹峰冷师妹的弟子林渊炼制出了一种特殊的筑基丹——完美筑基丹，而他自己也步入了完美筑基之境。什么？完美筑基丹？上品极品筑基丹已是无比稀有，他还完美筑基了？放屁！胡说八道吧！你不信就保持沉默。经过验证，我峰内一名玄阶上品灵根的弟子，本来只能中品筑基，但服用后直接达成了上品筑基，其价值无需我多言，诸位应该都清楚。诸位，林渊以他的灵根资质，今生结丹无望，最多也就活个200来岁，还不如让他后续专心为宗门做出贡献。而宗门，他想要什么就给他什么，保他一生无忧，甚至保他家族未来无忧。这对他而言，未必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如果我把你绑在炼丹炉前，让你日夜不停的炼丹，再给你一些所谓的补偿，你愿意吗？你不要打着宗门利益的幌子，行针对小竹峰之事。你激动什么？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但凡他有一丝结丹的希望，我自然也愿意让他继续成长。如果他能成为3品炼丹师，给宗门带来的好处只会更多。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什么时候太玄宗为了些许利益，竟然要强迫弟子炼丹了？今日能强迫弟子炼丹，再过几年，岂不是要学那被覆灭的魔宗，拿弟子炼制邪丹了？我反对。云峰主严重了，我只是让他留在宗门多炼制些丹药，虽辛苦些，但待遇绝对优厚。太玄宗的弟子为宗门做出一些贡献，理所当然，何况宗门也不会亏待他。这般安排在我看来并无不妥，我赞成。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，我就是个铁匠，也不好妄下决断，就不掺和这趟浑水了。我弃权。林渊终究是冷风主的弟子，此事关乎小竹峰内部事宜，我也不便多言，你们自行商量着定夺便是。我也弃权。苏兄，你似乎还欠我一个人情吧？此事能否请苏兄投我一票赞成？凌霄峰、丹顶峰、小竹峰3票，徐坤只有树玉峰、剑罡峰2票，玄阵峰、天宫峰、玉灵峰他们选择中立，观星峰也是如此。完了。现在3票反对，我赞成，双方打平，将最后的难题扔给观星峰。依我之见，凡事还是应以宗门利益为重。徐峰主的提议倒也不是不行，只要给足林渊补偿，让他为宗门炼制丹药，也算是双赢。什么？苏峰主，你……此事事关重大。确实让人头疼，不如让我卜一卦，看看哪种选择更合天意。怪了，这怎么回事？难道我非得弃权不可？可如果弃权，此事依旧无法解决，后续还要重新议事。算了，重新商议就重新商议，这样我两头都不得罪。岳峰主，如何了？我弃权。原以为岳山会反对，没想到却弃权了。后面这事儿还会再次商议，我私下游走，拿下其他几个。冷离月这个贱人，当年我向你求亲，你断然拒绝，后来还干涉我弟子的婚事。既然你先动了我的弟子，那我动一动你的弟子也没什么不妥。师妹，事情麻烦了。即便加上你的1票，我们也只有3票反对。9位封主中3位弃权，徐坤一方有3票赞成。此事悬而未决，后续怕是会横生枝节。恭迎宗主。恭迎宗主。都坐下吧。小月这小子倒真是有点意思，明明都已经突破到化神境了，却还在这装元婴。他的观星术说是天下第1也不为过，想来是看出点什么了。宗主盯着我作甚，眼神好可怕。
原以为我突破化神就能拉近和宗主的距离，没想到宗主依旧高深莫测啊！事情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大致知晓。太玄宗好歹也是名门正派，岂有逼迫弟子炼丹的道理？此事若是传出去，岂不是要让天下修士耻笑？宗主，我也是为了太玄宗着想。只要林渊能为宗门源源不断炼制完美筑基丹，宗门可以给予他足够的补偿，绝不让他吃亏。哦，行，建刚封主杀伐，那你带着全封弟子下山当磨一个甲子吧。宗主，这不一样。不一样。如果你强行逼迫于他，他从此心生怨恨，不愿再炼丹，甚至再也炼制不出完美筑基丹，你该如何？是不是下一步就要抓捕他的亲人，用酷刑逼迫他就范？我绝不敢如此。太玄宗既然是名门正派，就该守名门正派的规矩，切莫做那些让人不齿的事情。单说囚禁弟子、强迫炼丹这一消息，如果传出去，天下人也会对太玄宗避之不及。日后但凡有点天赋的弟子，都不敢再加入我太玄宗。你说说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到底是在为太玄宗着想，还是在毁我太玄宗的根基？宗主圣明。徐坤，你也别再找那些冠冕堂皇的借口，你心里到底打着什么算盘？在场的诸位都心知肚明。是我思虑不周，没能顾及宗门声誉，还请宗主和诸位封主海涵。你能想明白就好。不过此事事关重大，林渊能炼制完美筑基丹，对太玄宗而言是天大的机遇。我不希望这个消息泄露出去，被外人知晓。你们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请宗主放心，我等必定严守秘密，绝不敢泄露半分。事情既了，你们便退去吧。黎月，你留下。不过是一件小事，师尊顺手就帮你解决了。只是没想到我们的小黎月竟然会为了一个弟子，特意来求师尊出面。其实林渊之前就跟我提过类似的担忧，只是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般地步。我还曾让他放心去做，说自己能护住他。如果真让他出了差错，我这个做师尊的颜面何存？我这徒孙倒是个有趣的小家伙，不过有些话师尊必须提醒你，疼徒弟是好事，但要把握好分寸，切不可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金丹修士寿元不过数百载，元婴修士能活1000年之久，你们天赋寿元天差地别，注定不会是同路人。一旦投入过多感情，最终只会害了自己。师尊，林渊是我的弟子，我对他纯粹是师徒情谊，绝无其他想法。徒儿还有大仇未报，眼下根本不会考虑这些儿女情长之事。那就好，不是师尊现实，而是修士之路本就如此，用情太深，往往不是什么好事。师尊，您不是没有道侣吗？怎么反倒一副深谙此道的模样？师尊，我活了太久，见过的人和事自然比你多得多。我曾有个徒儿，天资惊艳，不弱于你，可惜用情太深。他的道侣身死之后，他便性情大变，自暴自弃，恨天恨地，恨这世间一切，最终甚至自甘堕落，坠入魔道。罢了，说这些陈年旧事也无用，你自己心里有数便好。真是见了鬼了！宗主实力不可测，远超化神。不过奇怪了，那几个小女娃竟然同时红鸾心动，这也太离谱了。罢了罢了，这都是别人的事情，不是我能插手的，还是少管闲事，免得招惹麻烦。师父，可是一时不顺利。师父，冷离月能护他一时，难道还能护他一世？他如果一直待在宗门内，我们确实不好做什么。可他总有外出的时候，到时候弟子找个机会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结果了他，为师父出这口恶气。放肆！收起你那些愚蠢的小心思，不要自作聪明。如果在他没有证明自己价值之前，我或许还会默许你这般做。但如今，他的存在对太玄宗有很大好处。你非但不能动他，日后他在外遇到危险，
你还要竭尽全力保护他。没想到在我海量的丹药攻略下，这小可爱节俭了。疼徒弟是好事，但要把握好分寸，切不可生出不该有的心思。林渊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也不好直接闯入。师尊，一个人。那师尊，你有事吗？今日你售卖上品极品筑基丹，在宗门内引起不小的轰动，剑罡峰的人蓄意针对，所以我联合你师伯召开了九峰议会。事情就是这样。什么？连宗主老祖都惊动了？弟子给师尊添麻烦了。小事而已，你能力出众，能炼制出完美筑基丹，为师脸上也有光，些许麻烦算不上什么。况且这也是好事，你此番算是在宗主那里露了脸。日后你就算闹出再大的麻烦，只要不是为非作歹，触犯宗门铁律，便不用怕什么。师尊这是在宗门给我拿了一块丹书铁卷啊！真的吗？我可是个挂壁，身上藏了太多的秘密，比如吞天引气诀，还有能让人结成完美金丹的九转结丹秘法。这些逆天之物一旦暴露，绝对会引来杀身之祸。不过为了稳妥起见，日后你再搞出什么特别厉害的东西，一定要先来找我，由我判断具体该如何处理，再做决定。弟子明白。另外，为师也代表你向宗门承诺，每月给宗门提供一批完美筑基丹。不过你放心，宗门会按照最高价收购，或者拿你需要的资源来换，绝对不会占你便宜。至于具体每月炼制多少颗，还要听听你的意见。师尊，您觉得每月炼制多少颗比较合适呢？你最多能炼制多少颗？30-50颗应该没问题。如果需求特别大，再多一点也可以。每月供奉完美筑基丹，能让我进一步绑定太玄宗，获得宗门的保护。那就定40颗吧，宗门应该用不完。太玄宗弟子虽多，但每月冲击筑基境的弟子数量有限，1月40颗足够支撑宗门需求了。好，那就听师尊的。对了，双修之法虽能对修为有所增进，但切记不可沉迷。哦，被师尊发现什么了吗？不愧是我，竟然比预估的时间更早达到炼气大圆满，不日便可筑基。属于我的荣光终究会到来。林渊，只要我能完美筑基，小珠峰首席真传弟子，那便是我的了。这气息，有人在筑基。林渊他不是刚筑基不久吗？难道师尊又收了新徒弟，还比我先一步筑基？小家伙，没想到你竟然想一鼓作气筑基。好，那我便助你一臂之力。怎么又有人筑基？难道是那2个丫头？不对，这气息不是人。不对，好像还有人筑基。怎么还有其他人筑基？还有2道，是夏新瑶和萧仙儿，2个卑微的外门弟子，他们竟然也在冲击筑基，怎么会？我拜入太玄门之时，便已经是炼气境第9层，他们远不及我，而且我还是地阶上品灵根，他们只是黄阶上品，怎么会那么快就筑基？不对劲，肯定不对劲，到底谁才是天才？看来我这爱徒林渊真是我小竹峰崛起的福星。这2丫头筑基成功一种功法，如果她们专修，定能要林渊增加结丹概率。不过我不能亲自给2丫头拿去。仙儿师姐，我突破到筑基了，还是上品筑基。我也是上品筑基。师兄给的30枚完美筑基丹，我极限只吞服了15枚。我们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师兄。谁啊惹我？是一本修炼功法，
还是一本地阶上品的修炼功法。这都是天意，为了师兄能够结丹，我可以的。我当然也……那还等什么？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师兄去！又是完美筑基，那2个卑微的外门弟子是上品筑基，这个小竹风到底怎么回事？废柴也能达到这样的高度，这么高，我压力很大。师尊，星瑶，仙儿，幻梦蝶，最大上限炼气巅峰的妖兽，竟然被你提升到了完美筑基。是的，师尊，徒儿就是玩玩，没想到还真成了，还真是一个奇迹。夏星瑶，萧仙儿，你2人成功筑基，修为大进，从今日起便晋升为小竹峰内门弟子。多谢峰主。为什么？我这2徒儿怕是被打击到了，可谁让你师兄太过邪门呢？你跟着我来。徒儿，你如今心境不稳，恐怕会影响后续的筑基。为师建议你先沉淀一段时间，稳固心境后再冲击筑基境不迟。还请师尊放心，徒儿有绝对的把握达成完美筑基，不会受到影响。林渊和2个外门弟子都筑基，我怎么还能停滞不前？罢了罢了，若是筑基失败，也不要强求，宁愿推倒重来，也不要仓促筑基，明白吗？弟子明白。几天后，我也将冲击筑基境。林渊，我绝不会落后你们。干嘛呢？没想到你们筑基成功，还是上品筑基。我本来还想禀报师尊，没想到师尊已经发现，让你们入了内门。我们能入内门，多亏了师兄的照顾。所以我们有惊喜要给你。惊喜？什么惊喜？这是……师兄，这部功法有助你增加结丹的几率。我和仙儿师姐为了报答你，所以……师兄，天黑了，星瑶，动手吧！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1缕灵力乘2。检测到宿主损失2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2缕灵力乘2。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1缕灵力乘2。好家伙，原来如此，难怪这系统叫吃亏返还系统，而不是舔狗系统。精华竟然在这里！我要是拜入什么合欢宗，岂不是直接翻天了？不，灵力能返还，取而代之的体力却不能啊！这2妮子，难怪师尊提醒我要我注意。快，有人来了！沈长老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若不来，怕是你都把我求丹的事情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？糟糕！你们不动脚吗？沈长老，我们犯错了，师兄正要我们罚站呢。好吧，我和林真传有要事相商，你们……是沈长老，不是那功法。林真传，你学过太玄宗的双修之法吗？这沈长老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有吗？略知皮毛，略知皮毛。我修炼的功法对道侣修为和结丹有着极大的帮助，但是效果只有1次，你可不要浪费。浪费什么？林渊身上似乎有不少秘密，炼丹天赋绝顶就罢了，居然还会御兽，我得看看。这个小子怎么又……想必林渊压力很大，不但承载了林家开枝散叶的重任，而且还要为宗门炼制丹药，还要振兴小竹峰，所以他压力如此大，也是情有可原。关于系统奖励，只要修为低于我的，才会认为我吃亏，才能返还。像是沈长老这样的，
便不能给我返还了。林真传，你的目的达成了，记得尽快帮我炼制极品生生造化丹。炼制好了，找人通知我一声，我会来取的。我的目的，这不是你的目的吗？等一下，林真传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要贪杯不成？我们修行之人，这捷径之路，切记要适可而止才行。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你别着急走，我现在就帮你炼丹。你现在就能炼制？我果然没猜错，这小子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。原以为他要准备很久，确实可以炼制。那就麻烦你帮我炼制吧。你确定极品生生造化丹一定能修复你的根基吗？这个我也说不准，理论上是可以的，毕竟极品生生造化丹太过稀有，从古至今也没几个人能炼制出来。上品无法治疗我的伤势，也只能期待极品了。既然你说不准，那还不如一步到位，我给你一颗完美的生生造化丹。完美的生生造化丹？能找到极品生生造化丹，我就已经谢天谢地了。他竟然说要给我炼制完美品质的生生造化丹。不是你这就开始了？炼制如此珍贵的丹药，你不该做足准备吗？甚至你打个盹休息下也好啊。你先吃一颗试试。他就如此轻易就能炼出完美生生造化丹，而我得到他的代价却是……沈长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如果没有用，这里面还有10几颗，你记得来找我。什么？他还想要我来找他？岂有此理！他怎么了？平时不挺温柔的吗？你放心，我既然许了你，就绝不会再跟别人有牵扯。本来我也没打算跟人结为道侣，如果你将来能成功结丹，你我就算是当道侣也行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要是不表示一下，倒显得我太小气了。这难道是完美培元丹？没错，有助于提升筑基境修为。完美品质的丹药，我今天竟然一下见到了2种。只要我修复好根基，就能冲击金丹境，而这些完美培元丹能让我尽快达到筑基大圆满，为结丹做好万全准备。你真要给我？不然呢？你修复根基后，结丹的把握有多大？以你现在的情况，能结出几文金丹？我是地阶下品灵根，上品筑基。按照常理，上品筑基能结成4至6文金丹。不过我之前根基受过损伤，就算修复好了，多少也会有点影响。能结成5文金丹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而我虽达到完美筑基，但是灵根品阶极低，即便侥幸结丹，最多也只能结成1文金丹。顾名思义，就是金丹表面只有1条纹路，威力最弱。降尘丹是结丹的关键丹药，可以提升结丹概率。如果能炼制出高品阶的降尘丹，或许就能提升金丹纹路。5文金丹已经很不错了。迟些时候我研究一下降尘丹的丹方，看看能不能帮你炼制几颗高品阶的，应该能更增添几分结丹把握。真的？当然，不过你以后得帮我办些事。你和我之间虽无道侣之名，却已有道侣之实，帮你也是应该的。你能否等我体内恢复再……你想什么呢？你沈家是供货商之一，想必能接触不少药材资源，你帮我采购一些药材。你要这些药材做什么？怎么尽是些冷门药材？这些药材可不好买啊。很难买。这里面有几10味药材，格外珍贵，多半只能在野外险地寻得，想要收集齐全会非常麻烦。好吧，你先看看哪些药材能弄到，至于灵石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不差灵石。我先把能弄到的弄到，至于其他，我再想办法。不用麻烦，剩下的我来想办法。你先帮我把能弄到的这些收购齐全就行，有个几10份就行了。这2天我就让人把灵石送过去。不必了，这些药材只是冷门，不算贵重。等我服用了完美生生造化丹，伤势好转后就能结丹，可以在家族里调用更多资源，这点花费不算什么。如果灵石不够，或者遇到什么困难，不用跟我客气，直接跟我说就好，别为难自己。我知道了。不过我这徒儿啊，真是胆大包天，祸害些普通弟子也就罢了，如今连长老都敢祸害了，
人家沈梦瑶可不是普通人，沈家是正经的金丹家族，底蕴不浅。沈梦瑶天赋也不差，地阶下品灵根，上品筑基。如果不是早年根基受损，无法结丹，早就该升为内门长老了。罢了罢了，反正我也希望他能够开枝散叶，延续林家的血脉，这样倒也没什么不好，还省得我帮他找道侣。况且小竹峰人丁稀薄，索性让沈梦瑶来小竹峰当个内门长老，也能多个人帮衬他一下。师尊，弟子林渊求见。师尊，这是本月要上缴的40颗完美筑基丹，弟子想用这些丹药向宗门兑换一部分灵石，再兑换一些药材、法宝和阵法，您看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说起来，还是宗门占了你的便宜。你这些完美筑基丹能极大提升宗门弟子的整体实力，对宗门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。具体需要什么资源，你直接去找各峰要就是了，他们巴不得你去要东西，这样才能分配更多完美筑基丹。弟子明白了，多谢师尊。我这次要炼制的是9转金丹，可以改造我根基。另外还要给星瑶和仙儿弄一些趁手的法宝和防护阵法，把他们好好武装一下。可不能亏待了这2个可爱的充电宝。至于灵石，我先给你吧。100万下品灵石够用吗？什么？100万？要知道，外门弟子每月拼死拼活做任务，收入也不过几十下品灵石。师尊当真是富得流油。够了，够了，完全够用了。这是100块上品灵石。对了，宗门内各峰的情况，我也该跟你详细说说，免得你日后行事不慎，触犯了忌讳。凌霄峰峰主云青瓷，丹顶峰峰主宋婉晴，都是我的师姐，我们关系极好。你见到他们可以称呼一声师伯。玄阵峰的苏景琰，天宫峰的莫千锤，玉灵峰的楚苍兰，这3位峰主都一心扑在各自的领域上，最新技术跟我没什么矛盾，你大可以放心去结交。至于剑罡峰的徐坤，情况你也知道，尽量不要跟剑罡峰的弟子接触，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观星峰的峰主岳山是个老好人，与世无争，你也可以放心来往。唯独树玉峰的江心玉，你一定要躲着她，那女人疯起来，连我的面子都不给。不过你只要不去树玉峰，不接触树玉峰的弟子，不让她看到你，就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树玉峰这么可怕，宗门不管的吗？这也太坑了吧！他也是可怜人。行吧，反正只要不去树玉峰，不接触树玉峰的女弟子就行，对我也没啥影响。真的，这小子不太老实。放心吧，师尊，我保证不接触他们，我犯不着给自己找这个麻烦。既然是个疯女人，那我自然是懒得招惹。之前我用完美筑基丹跟你宋师伯换了几滴万年灵髓液和1瓶千年灵髓液，可惜他实在不肯多给，不然用万年灵髓液泡澡对锤炼肉身有极大的好处。这些你先兑点水凑合用，晚点我去问问师尊那里还有没有，再帮你讨要一些过来。万年灵髓液泡澡，这尼玛不是炼制降尘丹的核心材料之一吗？炼制一颗极品降尘丹，只需要1%滴万年灵髓液就足够了。竟然说这玩意儿泡澡，师尊还真是不当家，不吃柴米油盐贵啊！万年灵髓液，我留着炼制降尘丹。青瑶、仙儿、沈长老日后需要用降尘丹冲击金丹境，这东西绝对不能浪费。多谢师尊。林真传，里面请。弟子林渊拜见师伯。他便是林渊，看资质确实平平无奇，可没想到炼丹天赋远超于我。林师侄，你见本座所谓何事？回师伯，弟子炼制了一批完美筑基丹，已尽数上缴师尊。因后续炼丹还需要一些珍稀药材，师尊便让弟子前来找师伯。需要什么药材，你说便是。
你所需药材极为冷门，其中几味更是稀有至极，即便是我丹顶峰的库房，也无法一次性凑齐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动用关系去其他宗门寻找，应该能找齐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你要这些冷门药材是想炼制什么丹药？弟子只是想尝试改良一些丹方，故而需要这些药材辅助。九转金丹搭配九转结丹秘法，能让修士结成完美金丹。一旦泄露，别说他自身难保，恐怕整个太玄宗都会被其他宗门联合围剿，只为抢夺这能改变修仙界格局的秘法与丹方。我会立刻安排人去办这件事，等药材收集齐全，便让人一并送到小竹峰给你。不过部分药材比较麻烦，估摸着要10天半个月的时间，你看是否可行？没问题，弟子不着急，10天半月而已。等到夏家那边搞定拍卖行后，再去回青州城。林家倒是再找个隐蔽之地结丹。不是我不信师尊，完美筑基已然引动天地异象，如果完美结丹，想必异象更离谱。上次完美筑基丹已经惊动了师祖，引起剑罡峰注意。要是完美结丹，那影响会更大。很想开口请教他完美丹药的炼制心得，可我身为长辈，4品炼丹师实在又拉不下脸。听师妹说，你是偶然得到一位2品炼丹师的传承。如今你初入丹道，如果有什么疑惑之处，不妨说出来，或许我能为你指点一二。师伯这是想让我教教他，但不好开口啊。不过师伯也不是外人，多谢师伯好意。弟子在炼丹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不解之处，正想向师伯请教，只是怕打扰师伯修行。无妨无妨，你尽管说来。时辰不早了，多谢师伯今日指点，弟子受益匪浅。说什么指点？倒是我要谢谢师侄才对。今日与你畅聊，我才真正获益良多，解开了多年的困惑。师伯言重了，弟子不过是沾了传承与运气的光。炼丹一道博大精深，师伯的造诣远超弟子，将来还少不了要继续请教师伯。没有其他事，弟子就先行告辞了。舒玉峰的真传弟子，不行，我得绕道走。糟糕，我不惹他，他自己要惹我。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好快的速度，难怪绘制遁地符要耗费大量灵力。普通筑基境制符师，就算灵力充盈，撑死也就能绘制2张。这东西果然是保命的好宝贝。我去，那么快！不是吧？有完没完啊！我的头差点撞死我！这位师姐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追我干什么？你如果不跑，我又何必追你？可你不追我，我也不会跑啊！而且是我师尊特意叮嘱我的，让我见到舒玉峰的人就赶紧躲开，怕我出事。是我唐突了，你就是小竹峰的林师弟吧？我是舒玉峰第一真传苏芷柔，我今日是特意为之前的事情向你说一声对不起。你师父让你来的吗？那倒不是，这只是我的个人行为。那件事给你添了麻烦，可错不在其他舒玉峰弟子，还请你不要迁怒于他们。师姐放心，我分得清轻重，知道这事与其他舒玉峰弟子无关，不会迁怒于他们。多谢林师弟理解。其实师尊他也是个苦命人，当年那件事对他而言太过残忍，他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作为弟子，没能力改变什么，也不能为师尊报仇，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师妹们。这么说，舒玉峰弟子的日子不太好过。师尊的性格得罪了不少人，那些人惹不起师尊，就只能找我们这些弟子的麻烦。好在他们也怕师尊知道后报复，做事多少有些收敛，大多只是些小麻烦。我能做的也只有尽量护着师妹们，帮他们化解这些麻烦罢了。对了，师弟，你刚才为了躲我，用了不少遁地符，这些我都赔给你。另外还有我准备的一点赔礼，还请你收下。师姐，这多不好意思啊！一码归一码，你务必收下。
还有一件事要提醒师弟，不要在宗门内随意使用遁地符。宗门许多区域都布置了防护阵法，贸然用遁地符穿梭，很容易撞住阵法屏障。运气不好的话，甚至会有性命之忧。多谢师姐提醒，难怪我刚才遁地后感觉撞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，现在脑袋还晕乎乎的。你撞到阵法屏障了，我给你上点药。多谢师姐。师姐，你很孝顺啊。师弟，你怎么突然如此说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最近怎么回事？我心思不单纯了。等会儿的小珠峰就和星瑶和仙儿一起修炼。师弟，以后见了我们风弟子，也不必如此反应仓促。我们不是老虎，也不吃人。师姐，我知道了。好了，既然无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嘞，师姐。没想到作为峰主的江西玉，成天还要弟子给他擦屁股。丁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，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1缕灵力乘2。今日去内门访视看看，继续凑药材。没想到九转金丹的药材真是不好凑。太玄宗还有澡堂子，内门弟子按理说月宫里有除垢丹，还有澡堂子做什么？二师兄下令，咱们在外面不能欺负这灵真传，但是在宗门内就无所谓。你们俩跟进去，看看这位灵真传是不是像传闻中的那么厉害。正好试试幻梦蝶的迷雾。小家伙，释放你的幻术，叫他们吃点苦头。我靠，小家伙，你这也太给了吧！我他妈是造了什么孽，要让我看到这种辣眼睛的场面？我的眼睛啊！你们有这种独特的爱好，不会藏在自己房间里吗？非要跑到外面来祸害别人的眼睛？两位师弟，里面什么情况？你们剑罡峰真是太恶心了！师兄，我们快跑，小心我们的清白不保！天大的秘密！剑罡峰男弟子夜号难堪，我难以言说，竟与同性互通，恶心！误会，都是误会，你不要大声喧哗。哼，你们敢做，不敢认吗？如果我们有假，你们不妨去看看。混蛋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你这样教我怎么面对我的道侣师妹？混蛋，我的嘴巴也很痛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就说剑罡峰现在怎么男弟子越来越多，女弟子越来越少了，感情是心理上出问题了。世风日下，世风日下呀！太玄宗怎么就出了这种事？难怪剑罡峰第一真传常年在凌霄峰修炼不回来，肯定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秘密，怕被波及才躲出去的。把他们两人押走。什么情况？我没欠你们灵石吧？师尊，大事不好了！怎么？魔教打来了，还是妖族打来了？比魔教和妖族更恐怖，好比洪水猛兽。我们峰的2名弟子，伤在后警察。啊！我峰竟有如此风气，真是吃了豹子胆了！师尊，你是怎么管理弟子的？为什么宗门里会传出段北峰这种混账流言？那些弟子到底怎么回事？成何体统？师尊，弟子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听到流言的第一时间，我就找到了那些弟子询问情况。他们都说平时都很正常，事发当时突然就觉得对方长得漂亮，很香，控制不住就抱在一起亲了起来。弟子怀疑，他们应该是中了别人的幻术。幻术？查到是谁在背后搞鬼没有？能迷惑筑基境弟子的幻术，
整个太玄宗能做到的人应该没多少吧？弟子打听清楚了，这几名弟子是想跟着小竹峰的林渊，而林渊前段时间在玉灵峰买过一只幻梦蝶，说不定是他搞的鬼。哼，幻梦蝶确实能施展幻术，但炼气境的幻梦蝶根本不可能对筑基境弟子造成影响。可这手段绝不是冷离月这正经人能搞出来的。可这林渊本来就邪门的很，他能炼制高品丹药，修为提升速度极快，说不定也能炼制高品四灵丹，把幻梦蝶硬生生堆到筑基境去。是啊，林渊能炼制出完美筑基丹、完美噬灵丹，对他而言，应该也不是难事。有完美噬灵丹堆资源，就算是天生寿命短暂的幻梦蝶，也有可能突破到筑基境。再加上我刚针对过他，他有足够的动机报复剑罡峰。这样，你带点人去小竹峰，看看他那只幻梦蝶到底是什么境界。如果真是筑基境，那十有八九就是这小子在搞鬼。另外，这小子身上肯定有秘密，绝不简单。弟子明白。等等，记住，这林渊现在对宗门的价值极大，绝对不能伤他性命。如果真的是他搞的鬼，让他主动认错，在宗门内公开解释清楚，再拿出足够的赔偿就行了。弟子明白。林渊，你为何要刻意针对我剑罡峰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同门之间应当团结互助吗？团结互助？上次宗门大招也没见剑罡峰弟子对我客气啊，他们来找我，肯定是澡堂的事。你不要岔开话题。你知道我今天来找你做什么吗？我还真不知道。你对我剑罡峰弟子使用那种龌龊下贱的手段，败坏我剑罡峰的名声，你对此作何解释？对啊，我确实有一只筑基境的幻梦蝶，但那又如何？这跟你们剑罡峰有什么关系？你敢说不是你利用幻梦蝶的幻术，陷害我剑罡峰弟子，害得我剑罡峰名誉扫地？周师兄，你这话就太过分了吧！你们剑罡峰弟子自己做出那种丢人的事情，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不能因为我有一只幻梦蝶就认定是我做的吧？要我说，这太玄宗内会幻术的也不少，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是我那幻梦蝶做的？他们是跟着你进了澡堂。林渊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敢做不敢当，是不是？哦，跟着我？你也知道是跟着我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想必免不了你们背后阴我吧？这没有的事。你好歹也是剑罡峰的真传弟子，能不能讲点道理？凡事都要讲究证据吧。你什么证据都没有，就带着人上门逼我师兄认罪。你是觉得我师兄好欺负，还是觉得我们小竹峰好欺负？就是你太不讲道理了，不能因为我师兄有一只幻梦蝶，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污蔑他，没有证据就乱咬人，你算什么真传弟子？你敢说这不是你做的？你就是记恨我们剑罡峰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做出这种事情？这就有意思了。我来太玄宗不过短短几个月，甚至都没见过你们剑罡峰的蔡峰主。除了你，我都不认识剑罡峰其他的人。我为什么要记恨剑罡峰？糟糕，我中了他说辞的陷阱。师尊针对过他，但总不能明面上承认啊！什么蔡峰主？我们剑罡峰的峰主是徐峰主，徐坤，徐峰主。不好意思，我来宗门的时间太短，记混了。林渊，你到底承不承认这件事是你做的？我承认什么？谁怀疑谁举证，否则我没做的事，我才不会承认。好，好，好，既然你不肯承认，那敢不敢跟我打一场？只要你能赢我，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。可你要是输了，就必须公开出面道歉，承认是你用幻梦蝶陷害我剑罡峰弟子，还要对剑罡峰以及受迫害的弟子们做出补偿。你有病吧？我为什么要跟你打？这赌约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我输了要认下莫须有的罪名，还要道歉和赔偿。你输了就一句当没发生过。这里面有5000灵石，只要你赢了，这些东西全都是你的。5000中品灵石，那就是50万下品灵石。
是下品。哼，堂堂剑罡峰第2真传弟子，执掌剑罡峰大小事务，给我赌5000下品灵石。算了，我不赌。师兄，我们这3个月的供奉不是都在你那儿吗？他才筑基不久，你筑基境6层，怕他做什么？咱们一定要赢回脸面，不然今后谁敢加入我们剑罡峰？是啊，我筑基境5层，剑罡峰第2大天才弟子，我会怕他。如果今日之事搞不定，师尊肯定会对我失望至极。好，我身上还有2000中品灵石，我也拿进来赌，你可敢应战？本来吧，这事儿跟我屁关系没有，我根本没必要跟你比。但看在你还算有那么一点点诚意的份上，行，我跟你比。哼，算你识相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我剑罡峰真传弟子的厉害。都散开点儿，给我们腾出场地。你们让开点，免得等会儿被波及。我就出1只手。极品引雷符，等等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不是要比试吗？有什么问题？比试就比试，你拿这么多符篆出来做什么？你还要不要脸？真正的比试是靠自身实力决出胜负，怎么能借助这些外物？这小子50张极品引雷符，且不说威力堪比筑基巅峰，价值也上万灵石吧。都是太玄宗的真传弟子，怎么跟林渊一比，我就像个上不了台面的穷鬼散修？你这话就奇怪了。我用自己赚来的灵石买了符篆，难道不是我自身实力的一部分？我凭什么不能用？难不成比试的时候还得把储物袋上交，赤手空拳跟你打？1张极品引雷符，我兴许还能应对50张。我们比的是自身的实力，不是这些外物。你用这么多符篆，就算赢了也是胜之不武，传出去只会被人嘲笑。我已经达到了筑基境3层，我完美筑基，我灵力也比其他普通筑基强。对付他，我自然有其他手段，但我不能暴露秘密。少废话，是你主动提议要比试的，现在又嫌我用符篆，我就问你，到底比不比？比就赶紧动手，要是不敢比，那就认输，然后赶紧带着你的人滚。你太过分了！过分？你带着人上门找茬，没有任何证据，就想境界压我，逼我认罪，也配说我过分？更关键的是，你连手都不敢动，简直可笑！滚的时候带走这些灵石。你！有高手！林渊，你陷害我剑罡峰弟子，败坏我剑罡峰名声，如今还敢冥顽不灵，真当我好惹？真当我剑罡峰好欺负是吗？即刻认罪，诚心向我剑罡峰道歉，赔偿我剑罡峰所有损失，再杀了那只犯上作乱的幻梦蝶，此事便可就此结果，我也会既往不咎。好一个徐坤，纵容弟子上门欺负我弟子不说，如今还敢逼我弟子认罪，真当你一个元婴境修士就能在太玄宗一手遮天，没人治得住你了吗？冷离月，你讲不讲道理？分明是你弟子陷害我剑罡峰，我来问罪有何不可？问罪可以，但你总得拿出证据吧？没有任何证据就血口喷人，如何让人心服？何况你之前针对我徒儿的事情，我还没跟你计较，莫不是以为我是怕了你？徐坤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之前的事情我们都忍了，不代表我们怕了你，更不代表你可以在我们面前作威作福，摆你的峰主架子。两位峰主，别动气。是啊，都是同门，千万别伤了和气。徐兄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做的确实太过分了，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小珠峰，莫不是想破坏宗门和平？还有那只筑基境的幻梦蝶，你可知它代表着什么？那是修仙界第1只筑基境的幻梦蝶，极具研究价值，你怎么能张口就说要杀了它？徐峰主莫不是以为自己能在太玄宗一手遮天？冷离月好歹也是一峰之主，纵然小竹峰是新开的，底蕴不如你剑罡峰，却也不是任人揉捏的软柿子。都是同门，何必咄咄逼人？有什么事情，不如坐下来谈谈，以和为贵嘛。我操，这些峰主都那么闲吗？原本就是我和周沐风的小冲突，
顶多师尊和徐坤两个封主吵两句。现在所有封主都来了。哼，你是铁了心要保这小子了。我提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吧？怎么不过分？你这是想把我小竹峰的脸面踩在地上，让我小竹峰一辈子抬不起头？好得很。我知道宗门里很多人私下都在议论，觉得我冷离月区区一个金丹修士，不配单独开封立派。今日既然徐封主不肯退让，那我便向徐封主讨教一二，还请宗主成全，让我证明我冷离月有资格成为小竹峰之主。师妹，不可！徐坤是元婴9品修士，你不过是金丹9品，就算你是完美金丹，跨一个大警戒对战，太过凶险了。准了。可是，宗主他还真答应了？难道我还能真的杀了冷离月不成？宗主已经准了，徐封主，请吧。好，既然是你主动提出来的，那我便接下了。还请诸位封主做个见证，以免来日有人怪我徐坤毁了咱们太玄宗的绝代天骄。放心吧，不要小瞧了师妹。他既然敢主动请战，就必然有底气。完喽完喽！这下子徐坤怕是要倒大霉了。你说你没事惹他做什么？自讨苦吃啊！师尊，您认为徐封主会输？可这是跨了一个大境界。金丹境修士再强，怎么可能战胜元婴境？就算是天阶上品灵根，也绝不可能做到吧？你不懂，冷离月哪里是天阶上品灵根那么简单？天阶上品灵根虽然稀有，1亿人里好歹能出一个，但他冷离月是千万亿个天阶上品灵根中才能诞生一个的真正天骄。他有特殊体质，如果我推测没错，他身负的是先天道体。先天道体更是号称几大最强体质之一，天生便能感应大道，万年难遇，修行速度、战力增幅远超寻常修士。你说他有多强？徐坤这是撞在铁板上了。什么？这么恐怖？这先天道体到底是什么概念？徒儿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？因为最近一次先天体质现世，起码也是几万年前的事情了。除了少数执掌宗门核心典籍的高层，以及我们这些精通观星术、能窥探一丝天机的人，绝大多数修士早就不记得这茬了。师尊，拥有这种先天体质的人，到底能走到哪一步？他们是否能打破寿元禁锢，甚至打破天地规则，强行滞留在人间不飞升？你为何会问这个？难道你当年施展窥天术时看到的是这些？师尊，不要问，我不能说，你也不能听，那是大恐怖。徒儿我天生福泽深厚，得天地钟爱，却只因一时贪玩施展窥天术，不经意间窥视到那一角天机，便气运逆行，瞎了双眼，变成如今这副被霉运缠身的模样。我也不知道先天体质的人最终能走到哪一步。如果不是我精通观星术，又曾见过合欢宗那位天阶上品灵根的天骄，将两人多次对比推算，也万万猜不到冷离月的真实底蕴，只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他当成普通的天阶上品灵根弟子。总之你记住，咱们这太玄宗宁愿得罪太上长老团，也绝不要招惹宗主和冷离月。宗主他很不对劲。徐封主，出手吧。这是你自找的。师尊为了我，不惜以金丹境9成之力力抗元婴境的徐坤。我说什么来着？这是自讨苦吃。不可能！师尊，你只是金丹境9层，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这一剑代表我的态度，往后谁敢为难我徒弟，那就是与我为敌。怎么会？师尊，
都是我的错。这就是先天道体的力量，跨境界碾压竟如此轻松。这才只是先天道体的冰山一角罢了。我不太擅长战斗，徐坤他很弱吗？恰恰相反，徐坤非但不弱，反而极强。他是地阶上品灵根，完美筑基，结丹时更是凝聚出了8纹金丹，再加上他走的是杀伐凌厉的剑道，放在太玄宗之外，绝对是1线水准的元婴境修士，同境界罕逢敌手。地阶上品灵根，在太玄宗已经是凤毛麟角的天赋。放眼这一代弟子，目前也只有2人，一个是徐坤的大徒弟，如今正在凌霄峰修行；另一个便是拜入小竹峰的赵蒹葭。可即便是强到这种地步的徐坤，领先一个大境界，依旧不是李月的对手。天才在李月面前真的不够看啊！之前还觉得我靠着系统加持，完美筑基，各方面属性拉满，底蕴非常深厚，同境界或许能与师尊拜拜守望。我这是脑子秀透了，才觉得以自己如今的底蕴，即便同境界也能赢师尊。到底差在哪里啊？今日多谢诸位峰主仗义直言，冷离月在此谢过。师尊，今日之事都是弟子鲁莽，给师尊添麻烦了。无妨，我们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况且我也确实需要这么一场战斗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之前宗门内不少人私下议论，觉得我不过才金丹境界，不配单独开锋立派。我顾及同门颜面，不好主动出手证明自己。如今徐坤自己跳出来当这个踏脚石，倒是省了我一番功夫。那蔡长老没事吧？什么蔡长老？他叫徐坤，你可别再叫错了。放心，他没事，我又不是冲着杀他去的。别小看元婴境修士的生命力，我没伤他根基，过不了几天，他就能继续蹦跶了。那就好，不是我心软，我担心徐坤吃了亏又打不过师尊，转而把怒火又朝我身上撒。你放心，他已经见识过我的实力，如果只是些无伤大雅的小动作，我可以当没看见。但他但凡敢动你性命，就算是坏了太玄宗的规矩，我也要让他偿命。林小友，你那只幻梦蝶当真筑基成功了？可是有什么特殊技巧？要知道，幻梦蝶古往今来就没有筑基成功的先例啊。没有什么特殊技巧，全靠砸资源。楚峰主应该知道我的底细，我既然能炼制完美筑基丹，自然也能炼制完美四灵丹。加上那只幻梦蝶确实还算努力，所以才侥幸突破到了筑基境。那林小友能不能卖我一些完美四灵丹，还有筑基境的完美养灵丹？当然可以，这丹药可比完美筑基丹好炼制多了，没什么难度。好，有了这2种完美丹药，宗门里一些大有潜力的妖兽，说不定都能顺利晋升境界。太玄宗有你，真是捡到宝了。至于你需要什么交换，尽管开口，只要是我玉灵峰有的，我都给你。我这2位师妹刚突破到筑基境，还没有合适的灵兽相伴，楚峰主能不能帮他们选2只有潜力的灵兽？这有何难？我一定给他们挑选最好的，保证是潜力顶尖，能跟随他们一起结丹的灵兽。师兄，真的可以吗？你们刚筑基，实力还不够强，有合适的灵兽相伴，我也能放心不少。那太好了，多谢师兄。你们跟我去玉灵峰挑选灵兽吧。至于丹药的事情，就麻烦林小友多费心了。放心，我这几天就炼制好，到时候让人给你送过去。你对他们倒是上心，不过毕竟他们跟了你，你能力范围之内给他们一些帮助也是应当的。对了，千万不可厚此薄彼，沈长老那边你也得表示一些。啊，师尊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了？这事儿我也没往外说啊。适合炼气境妖兽的100颗四灵丹和适合筑基境妖兽的100颗养灵丹，搞定。师兄，我们回来啦！筑基境的妖兽，楚峰主还真是出手阔绰。他们好可爱。是啊。这只狼是笑月狼，属于群居妖兽，只要它的实力足够强，就能去征服一定数量的狼群为己所用。
算是很实用的灵兽。这只猫是暗影猫，擅长遁入黑暗，身手灵活，偷袭和探查都很厉害，实力也不容小觑。楚风主确实没糊弄你们，这是筑基境妖兽用来提升实力的完美养灵丹，你们先拿着给他们用。对了，明日你们帮我把给玉凌风的丹药送过去。我这辈子都没想过，真有人能在金丹境越级挑战元婴境，还能做到单方面碾压。冷风主也太强了吧，简直颠覆我的三观！修仙界向来都是元婴压着金丹打，从没听说过这种跨境界吊打的情况。难怪冷风主能号称太玄宗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，这实力真不是吹的。天阶上品灵根，恐怖如斯。冷风主这是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一鸣惊人啊！之前还总有人私下议论他金丹境开封名不副实，现在没人敢这么说了吧？真想加入小竹峰啊！以前只觉得小竹峰峰主才金丹境，又没什么产业，比不过其他老牌封门。现在一看，这些都是好事啊！小竹峰才刚起步，现在加入，运气好的话，说不定以后还能混个管事当当。我决定了，申请去小竹峰。剑罡峰现在名声臭了，凌霄峰竞争太激烈，小竹峰现在正是崛起的时候，跟着混准没错。仙儿、星瑶，你们把这些弟子先去找沈长老，背调一下他们背景，防止心术不正的人入小竹峰。另外，咱们招收弟子还要等拍卖行办起来，小竹峰有进账才能。你要他们能等的便等等，不能等的就算了。是，师兄。筑基境6层了，宋师伯和沈长老也把药材送到了，这个速度下去，很快就能达到9层。药材只有50份，不过这也够用。我操！我的灵根从黄阶下品提升到了黄阶中品了，这吞天引气诀果真非凡。灵根品质提升了，我这徒孙有点东西啊。滚回去！错觉吗？刚才好像感觉到有逆天异象要出世，怎么突然就消失了？林渊也没搞出什么动静，算了，修炼吧。吓死我了，还以为失败了呢。不过，之前炼制完美筑基丹都引发了异象，这9转金丹能让普通金丹变成完美金丹，效果明明更逆天，怎么反而没异象了？不过没有异象也是好事，这9转金丹的效果太逆天了，要是引发大的异象，到时候麻烦可比完美筑基丹那次还大。这玩意儿不愧是逆天之物，我这一天也就炼制了1颗，而且显得很累。师兄，我们修炼了长乐宫里更有趣的东西。丁，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1缕灵力乘2。检测到宿主损失2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2缕灵力乘2。检测到宿主损失1缕灵力，触发2倍返还，获得1缕灵力乘2。不好，我的状态不对劲儿，灵力运转滞涩，心神也难以集中。这样下去，只怕很难完成完美筑基。难道我真的要放弃，一直输给林渊？不行，我是要成为小竹峰第一真传的人，怎么能有筑基失败这种黑历史？今天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成功筑基！完了，以我现在的状态，100%没法完美筑基了。一旦失败，我最多只能上品筑基，这对我后续的修行影响太大了。对了，我还有筑基丹，如果有上品筑基丹推动一把，说不定就能稳住状态，完美筑基。这一堆东西是什么？难道是师尊想让我看看对什么有兴趣？
方便后续辅修一门技艺。3颗完美筑基丹，那么重，肯定没啥好东西。不过不要白不要。天啊，这是完美筑基丹吧？竟然还是3颗！果然，有一个好师尊，就相当于站在了更高的起跑线上。有这完美筑基丹相助，我这次完美筑基稳了。肯定是林渊迫于师尊压力，才给了3颗的。小竹峰可不能他来管，等我完美筑基，我来管。又有异象，完美筑基的。没想到璃月这小竹峰还真是精彩不断。又来，上次也有异象，可被硬生生压了回去。这次是……峰主，不好了！观星台塌了，大师姐被埋在下面，还被砸伤了。又塌了，他跑去观星台做什么？师尊，救我！师尊，别碰我！你不好好在洞府，怎么跑到观星台来了？师尊，之前那股异象你也察觉到了吧？那绝不是自然消散，必然是有绝世大能出手镇压，说不定哪位大能就能帮我化解气运问题。所以我想借着观星台的力量进一步推算，找出那位大能的踪迹。没成想，推算失败，还引发了观星台坍塌。师父，您能不能再帮徒儿最后一次？徒儿想再用一次窥天术，如果这次能找到化解气运的办法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如果找不到，徒儿不如一死了之，免得留在这世上害人害己，自己也痛苦不已。好吧。吩咐下去，重新布置观星台。本座要布置窥天法阵。我也达到了完美筑基，好，太好了！师妹果然没令我失望，现在她也完美筑基，不愧是地阶上品灵根的天才。现在她追上了我，心中对我肯定多有不服。师妹。这次，师兄再给你送一份大礼包。恭喜师妹完美筑基，功成出关，这是师兄的一点心意。那就谢谢师兄了，这肯定又是师尊让他给我的，借花献佛是吧？不日后我修炼超越你，就能当上大师级，以后我也会多多关照你的。师妹，我知道你不服我，你现在完美筑基，那不服之心更甚。不过你可要一直保持这样，表面笑嘻嘻，内心桀骜不驯的样子。系统奖励该来了。丁，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，损失不转精通、阵法精通、御兽精通、炼气精通、炼丹精通、各类阵法图谱、炼气境药材若干、筑基境药材若干、筑基境上品法器一大堆，下品灵石10万，千年灵髓液1瓶，触发3000倍返还。奖励发放6品阵符术、6品阵法精通、6品御兽术、6品炼气师、6品完美炼丹术、6品阵法图谱若干、金丹境药材若干、元婴境药材若干、化神境药材若干、特殊法器冰道战匣，极品灵石300，万年仙髓液1瓶。我操，师妹还真是个宝藏女孩啊！这一波返还，直接让我的底蕴翻了好几个档次。不过这件冰道战匣属于特殊法器，我给师妹送了一大批筑基境上品法器。都是从天宫峰白嫖的，我用着多余，没想给了师妹，得到了特殊法器。这成长的也太离谱了吧！这件法器，它现在充其量只是元婴境法器，后续每提升一个品级，都需要吸收海量的高品质法宝。但现在对于我来说，并不算什么难题。一方面我现在财富到位，另一方面，我掌握了6品完美炼气术。更关键的是，我每月上交完美筑基丹后，可以名正言顺的去他们那里打包一批闲置的法器回来，专门交给冰道战匣吸收提升，还有万年仙髓液效果，远超万年灵髓液。
哪怕只剩一口气，服用1滴也能满血复活，堪称保命神物。我都完美筑基了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不是，你筑基几层了6层，怎么了？6层。之前我和他都是炼气9层，就算他前些日子筑基，可他仅仅只是黄阶下品灵根，差距也不会太大，我很快就能追上才对。可现在已经是6层，怎么可能？师尊到底给了这家伙多少好东西？虽说师尊对我也不错，给了不少资源，尤其是那3颗完美筑基丹。如果不是服用了其中1颗，我这次恐怕就筑基失败了。可跟师兄一比，总觉得我的待遇差了一大截。师妹，怎么看着你脸色不太好？没事。不对，我终究是天才，潜力远超他。有没有这些资源都不影响我的成长。可师兄灵根实在太差，能有今日的进度，多亏了师尊的栽培。你也知道，我是首席真传大弟子，我如果修为太低，难免不服众。我就知道师尊偏袒他，不过我凭借天才资质，迟早都会超过他。到时候师尊肯定也会高看我，重用我，到时得宠的就是我。罢了，终归是要当我师弟的人，我也不必太过苛刻。他灵根低劣，这辈子能凝结1文金丹，活个500-600年已是极限。等我日后成为大师姐，多照拂他几天便是。确实，能拜入师尊门下是我们的福分。我先去拜见师尊了。星瑶、仙儿，这次外出，一方面是售卖丹药，另一方面是收集各峰的丹药需求。好几位峰主都向我们订购其他类别的完美丹药了，咱们可要保密。灵儿丹顶峰的同门的生意难做。那师兄，我们先走。星瑶，你呢？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弟子见过师尊。师尊，这不是我给师妹的吗？哼，不是吧？师尊该不会是把东西拿回来了吧？那我触发的系统奖励会不会被扣除？你呀，难道还不知道这里面的物资有多珍贵？怎么能随随便便送出去？何况你师妹并没有研究这些的心思，我便帮你拿回来了。还有这里面的千年灵髓液，你师妹天赋卓绝，不缺这点助力，反倒是你更需要它。完了，这下系统要扣掉奖励了。咦，这是啥情况？系统好像没有收回奖励的意思。难道送出去的东西还能够拿回来？不对，我是送出去了，但是拿回来是师尊的个人行为。我也只是看看师妹对哪方面感兴趣。另外，师尊不是说会为我寻来万年灵髓液，这东西给我也就浪费了，还不如给师妹。也对，我反而忘记这茬了。那这个千年灵髓液就给他用吧。我也知道你的心思，蒹葭确实是天才不假，但是我早就说过，我的大弟子只会是你，所以你也不用太过谦让，偶尔也好好管教一下他，让他少点小心思。弟子明白，多谢师尊信任。我这个便宜师尊对我的维护那是没得说，不过我有难言之隐，我根本不在意大弟子的身份，给赵蒹葭送那些东西，也不是为了讨好他，纯粹是为了刷系统奖励。现在师尊收回了这些，师妹内心那得是多恨我。不对，师妹越恨我，越觉得偏心，那刷奖励才更顺利啊！都怪我没有亲自去林家一趟，让他在林家受了不少委屈，才养成了这般小心翼翼的性子，生怕得罪任何人。该死的林家旁系！要不是得让我徒儿亲自动手报仇雪恨，了结因果，我现在就去青州城把他们全灭了。罢了，你心思细腻，这并不是坏事，但你千万不要小瞧自己。天才常有，可完美丹药却千古难求。如果不是担心暴露你能炼制完美丹药的本事，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，让你难以在外行走，为师也不至于这般遮遮掩掩。这样一来，反倒让不少人觉得你是走后门的幸运娃，打心眼里瞧不起你。待他日，我实力足够，必会昭告天下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从来都不是什么庸才，而是天才中的天才。等我给徒儿们夺了造化，我就不必一直压制境界了，不然叫旁人小瞧了我。多谢师尊，徒儿必不会辱没师尊的期望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向世人证明，师尊没有看错徒儿。蒹葭那孩子终究还是年轻了些，心思浮躁。他对你的误会，暂时就让他误会着也好。
免得他口无遮拦，泄露了你能炼制完美丹药的秘密。后续他要是有什么不好的举动，你该打就打，没必要惯着他。他要是真不服气，大不了我给他换个师傅。啊？怎么感觉师尊像是赵坚家的恶毒后妈？不过对我也太好了，看来我只能尽快提升自己，不辜负他。弟子明白。也不知道师妹此刻会不会骂我。本来还想着晚点让星瑶和仙儿再去天宫峰讨点法器回来，没想到师尊直接给我全拿回来了，正好试试这冰道战匣的效果。竟然有3种选择。第一种是让冰道战匣直接吸收投入的法器，用来提升自身品级。不过目前冰道战匣已经是元婴境极品法宝，用筑基境的法器来提升，效果微乎其微，完全没必要浪费。后续找些珍稀材料再尝试不迟。第二种，将投入的材料炼制成全新的法器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材料足够，他甚至能直接炼制出元婴境极品法器。不过眼下投入的都是筑基境材料，最多只能炼制出极品筑基法器，算是极限了。至于第3种，竟然是将材料炼制成一次性的自爆法器，乖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平时存放在战匣空间中会被战匣的力量压制，不会出现意外，可一旦寄出去，就能直接引爆，威力惊人。要是炼制一批元婴境的一次性自爆法器，遇到敌人时全扔出去，这不就跟轰炸机一样吗？唯一的问题就是太费钱，但这对我来说算问题吗？先尝试炼制2把筑基境极品法器，送给星瑶和仙儿。赵坚家那边也可以找机会送一把，正好再刷一波奖励。晚点再收集些材料，给沈梦瑶炼制一把金丹境极品法器。师尊那边以后估计得弄一把元婴境极品法器才行。对了，刚才送出去的东西被师尊拿回来，系统却没收回奖励的事情，还得好好研究一下。系统还有很多功能没被发现，也不说给个说明书，我得找个人试试先。上次故意掉丹药太过刻意，这次的不刻意。发财了，居然是上品机器丹！看来丢东西让人捡走，不算系统认定的吃亏。也是，要是这办法可行，我每天到处乱扔东西就行了，奖励来的也太容易，一点挑战性都没有。什么情况？见过真传师兄，是凌霄峰第一尊禅安然师姐发布了一个任务，奖励特别丰厚，大家都在讨论此事。撰写语录需气势恢宏，彰显天骄气魄，例如天地正气，太玄当领，如有采纳，奖励一件筑基境上品法衣。这奖励对普通弟子来说，确实是大手笔。说白了，就是装叉语录呗。这凌霄峰的安然师姐有点中二啊。不过，筑基境上品法衣，这个我有点心动。毕竟法器太多，法衣这样防御类型法器还没有。这任务我接了。送我真名者，轮回中得见永生。仙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安然，就有天。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仙路尽头谁为峰？一剑安然，道成空。我操，太豪气了！我听着都热血沸腾。师兄也太有才了吧，随手就能写出这样的句子，这才是天骄该有的气魄啊！你来了。梦瑶，生生造化丹的效果如何？我的根基已经稳固的差不多了，再有10天半个月，应该就能尝试结丹了。等我闭关结丹，再去小竹峰陪你。嘿嘿，好。不过你这进度和我预料的时间差不多，我帮你炼制了几颗降尘丹。降尘
若不是你，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有结丹的希望了。待我成功结丹，几个月后的秘境开启，我会进去一趟，看看能不能寻到帮你改善灵根、强行结丹的宝物。哪怕希望再渺茫，我也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因为我不希望你早早离开我。放心吧，我师尊的实力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会帮我的。况且我自己也精通炼丹之术，凝结金丹对我来说并不是难事。那秘境你就别去了，即便你成功结丹，短期内也只是金丹一品，境界尚浅。秘境之中机缘虽多，却也危机四伏。改善灵根、强行结丹的宝物何等珍贵，必然引无数人争抢。以你现在的实力去争夺，太过危险。我可不希望你出事。真的，如果冷风主肯出手相助，那几乎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了。确实比我去秘境碰运气靠谱多了。当然是真的，这是师尊亲口跟我说的，所以你可不许乱来。你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不伤心死才怪。那可就太好了。待我成功结丹后，就去学习一些特殊的功法，到时辅助你修炼。大师姐，您之前发布的任务有人接了，任务堂那边把回复送过来了。大师姐，您受伤了吗？伤势严重吗？这天下又有几人能伤得了我？这绷带之内不过是我封印的太古魔龙罢了。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师姐，您怎么了？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风主过来？不必，只是我的邪王针眼又悸动了，老毛病了，师尊他也解决不了，不用麻烦他。好，那师姐您多保重身体。大师姐成天都在幻想自己是个隐忍，将来拯救天下的天才，眼睛也没问题，有时候还抱怨眼罩戴久了不舒服呢。把东西给我吧。好，太好了！送我真明者，轮回中得见永生。仙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安然就有天。手握日月摘星辰，世间无我这般人。仙路尽头谁为峰？一剑安然道成空。大气，太大气了！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么精妙的句子？只是这未免也太大气了点吧？我要是在外面敢喊出这些话，怕不是会被各路天骄围殴致死，也太拉仇恨了。可惜了，真是太可惜了。人生最悲惨的事，莫过于得到了如此精妙绝伦的句子，却没胆子喊出来。除非是冷师叔那种级别的存在，不然谁用谁死啊！大师姐，这几句确实太过张扬，不太好用。不过能写出这种句子的人，肯定也能写出稍微低调一点的吧？不如大师姐让人查查是谁写的，找他再重写几句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还是你聪明，不愧是我最贴心的师妹。快去帮我查查这是谁写的，我要亲自去拜访他。是，大师姐。送我真明者，轮回中得见永生。仙之巅，傲世间，有我萧炎就有天。仙路尽头谁为峰？一剑寒力道成空。写的真是荡气回肠，令人胸口一片畅爽。遇到魔教妖人，我那么一喊，感觉都底气十足。是啊，不过我们自己说说还好，要是外面去说，肯定会被打死。没错。林师弟在吗？这声音很陌生啊。这造型故意为之，看着很病态中二啊。我叫安然，凌霄峰大弟子，今日冒昧前来，还请见谅。实在是师弟写的语录太对我胃口，我特意来见见你，顺便把任务奖励的法衣送过来。云清寺师伯的真传大弟子，见过安然师姐，师姐满意就好。满意？我可太满意了！就是这语录太过大气，我要是贸然在外面喊出来，怕是会被人打死。这不，我就厚着脸皮过来，想让师弟再帮我写几个收敛些的，当然不会白要你的，依旧用上品法衣来换。同样是真传，剑罡峰的周沐风穷了很多，可这安然师姐还真是富庶，几句中二句子就能换上品法衣。这样啊，那我再写几句便是。我安然，唯有一剑可搬山，断江倒海，降妖镇魔。金丹之下我无敌，金丹之上一换一。好，太好了！我安然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我有一剑，可斩日月星辰。
这些如何？可以，太可以了！师弟，你实在是太有才了！啊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！师姐，你没事吧？他如此作态，怕不是中二病犯了。无碍，只是我的邪王真眼又悸动了，老毛病了。果然是个中二病。这件上品法衣就给师弟你了，我先回去了，以后有机会再见。怪事了，最近这眼睛怎么老是痛？难道是我那愚蠢的姐姐在搞事？真是个重度中二病患者。3把筑基境极品法器已经炼制完成了，耗时差不多1天，平均炼制一件要8小时。不过我只是注入了一点力量，没全力催动战匣。要是全力以赴，速度还能更快。这个效率我已经很满意了。不过，筑基境法器对我来说，很快就会被淘汰。我已经有金丹境极品法器飞鸿剑，也没必要耗费精力再炼制金丹境极品法器了。倒不如把资源都用在炼制一次性金丹境法器上，这比炼制正经的金丹境极品法器容易得多。遇到筑基境敌人，直接扔极品引雷符；遇到金丹境敌人，就把这些一次性法器全扔出去自爆。至于正儿八经的战斗，没必要，我又不差钱，就该用符合我身份的战斗方式。其他极品法器送给星瑶和仙儿。太棒了！这千年灵髓液效果简直逆天，居然还强化了我的身体素质，让我的战力大幅提升。师尊对我真是太好了，这种宝物都舍得给我，林渊肯定不会有我这样的待遇。梦瑶正在闭关冲击结丹，有完美降尘丹，结丹可以说是十拿九稳的事情。另外，我还抽空收集了一批金丹境的炼器材料，虽然都是普通材料，但用来炼制一次性自爆金丹法器绰绰有余，每天稳定可以产出2、3把。另外，我现在各个领域都是6品技能，特别是6品阵法师，1品对应炼器，2品筑基，3品金丹，4品元婴，5品化神，6品则是炼虚。不过我筑基境的修为只能制作出金丹境阵法，倒是在外界完美结丹必备之物。金丹境阵法，阴阳两仪阵的图谱，我这就开始制作阵法。阴阳两仪阵成了，堪称金丹境阵法中的巅峰存在，可攻可防，既能屏蔽神识探查，抵御神魂攻击，还能遮掩结丹时引发的异象，用来辅助结丹再合适不过。另外，我也顺利提升至筑基大圆满境界，距离金丹境只有1步之遥。另外，手中金光护体符、遁地符各有100多张，冰道战匣里储存了60多把一次性金丹境自爆法器，哪怕遇到金丹修士，我也不怕。师尊，青州城拍卖行的事情已经筹备完毕，弟子打算今日启程前往青州城。一来是把拍卖行的局面打开，二来是处理一下我林家的事。情况我已知晓，你自去吧。路上务必小心，切记不可逞强。若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优先保全自己，不要争强好胜。实在无法应对，便来找我。弟子明白。青州城，林家，我林渊回来了。怎么就让那个小畜生翻身了呢？反而也被赶出了太玄宗，以后再也拿不到太玄令了。咱们林家这以后可怎么办啊？该死的沈家，一群趋炎附势的狗东西，就知道舔林渊那个废物的臭脚。他们现在死死盯着咱们府邸，摆明了是不想让我们离开青州城。一个以前随便我们柔元搓扁的废物，凭什么能让沈家这么为他卖命？那个小畜生心机深沉，早知道当初就该直接拍死他。如今他成了太玄宗真传，绝不会轻易放过我们。关于林啸天的事情，你们最好给我烂在肚子里。只要他没有实质性的证据，或许还会有所顾忌。可如果让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，就算他屠了我们整个林家，外界不仅不会说他半句不是，反而会夸赞他为父报仇，恩怨分明。那位大人应该不会坐视这小畜生顺风顺水吧？如果那位大人能来，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寄希望于那位大人了。
师兄，我娘和妹妹在那边。去吧，我这边还要与沈夏两家的人寒暄片刻，晚点抽时间再陪你见他们。谢谢师兄。见过林真传，见过林真传。诸位，别客气，我们不如开门见山了。拍卖行筹备的如何了？林真传，一切准备妥当，就等您金口一出，然后开业。好，林真传，那今夜沈家设晚宴，还请您赏脸。老祖，梦瑶和我不是外人，您不必客气，晚宴我会参加的。伯母不必多礼，仙儿现在跟了我，哪有长辈给晚辈磕头的道理？仙儿也常跟我说起家里的情况，大致情形我都清楚。往后你们若是想留在青州城，我会吩咐沈家和夏家多加照拂；若是想随仙儿去太玄宗小竹峰生活，我也会妥善安排。我们家仙儿果然没有跟错人。师兄，咱们起那么早，今日拍卖行又没开业。是啊，师兄。今日我准备回林家一趟。回林家？那我跟你一起。我们一起。好。不好了，林渊回来了！想来你们应该知道我今日为何而来。对于你们，我的耐心有限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浪费我的时间。小渊，住口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如此称呼林真传？想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该怎么称呼？难道还要老夫教你吗？没错，老夫见了林渊都要恭敬地喊一声真传，你他妈也配直呼其名？我……难怪不管是主角还是反派，都爱戴小弟跟班。这种打脸立威的话，若是我亲自说出来，实在掉价，有损逼格。可让跟班或者小弟代劳，效果却截然不同，既达到了震慑目的，又保留了自身的沉稳气度。是林真传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，就算此前有过些矛盾，也没必要赶尽杀绝。这般形势传出去，对你的名声也……够了，我没兴趣听你废话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父亲林啸天的死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这怎么可能？我跟啸天虽有分歧，但终究是兄弟，怎么可能害他性命？就是啊，我们怎么可能害啸天那孩子？我们可是血脉相连的家人啊！一家人，既然给你们体面你们不要，那我就只能用一些不体面的手段了。就这，掏出一只小蝴蝶，竟是筑基境的幻梦蝶。林真传果然神通广大，竟能将如此稀有的幻兽培育至筑基境。小家伙，该你出手了。林素芬，你个贱人，总算弄死你了！老子是入赘林家不假，但这些年兢兢业业，从没对不起林家半分。可你呢？终日对我非打即骂，还敢在外面养小白脸，你活该去死！什么？林万山，你个杀千刀的畜生！你不过是个没落家族的庶子。我女儿看上你，让你入赘林家，你竟然敢害死她！我跟你拼了！林真传，饶命啊！都是这个畜生干的好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是一家人啊！求求您放过我！一家人，如果你想先一步下去给我爷爷赔罪，我不介意成全你。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！我按照您的要求弄死了林啸天那个家伙，也准备按照您的要求把林渊那小子困在林家当牛做马。可他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，竟然得了小竹风令，成了太玄宗真传。现在他回来报复我了，您可得帮帮我呀！没想到我爹之死还有这般隐情，那个所谓的大人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我爹？为什么要囚禁我？林家的事情不算多复杂，
如果是爷爷的仇人，没必要杀了儿子再囚禁孙子，而是该斩草除根。唯一的疑点就是那个在记忆中完全不存在的母亲。根据过去的记忆，关于母亲只说是我爹在外的姘头。某一日，有人将尚在襁褓中的我送到林家，说是林啸天的孩子，让他抚养长大。父亲天赋平平，难不成机缘巧合与某个大族女子有了牵扯？生下孩子后，女子被家族抓回，为了保护孩子，才将孩子送到林家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对方不杀我，只囚禁我，或许是想用我当筹码，逼迫母亲改嫁或者妥协。当然，这一些只是我的猜测。小家伙，这两人这小子的小蝴蝶竟然会幻术！林真传，我错了，我也是身不由己呀！如果我不照做，那人就会杀了我。求求您饶我一命，那人肯定还会来找我，到时候我一定配合您把他抓起来。配合我抓人？我看你是想等他来了，再抱着他的大腿，求他帮你主持公道。杀了我吧！不会的，我绝对不会。您要是杀了我，对您的名声不好，万一影响到您的真传地位。我又不是灵石法宝，做不到人人都喜欢。我为父报仇，斩杀害死父亲、侵占林家产业的赘婿一家，清除家族败类，乃是天经地义，何来影响名声之说？不，你不能杀我，杀了我，关于大人的线索就彻底断了。你也配谈线索？但凡你有半分价值，也不至于一问三不知。那人如果真想继续针对我，难道看不出我留着你不杀是在钓鱼？所以你根本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，杀了你又何妨？那就一起死！区区炼气8层，也敢在我面前猖狂？爹没了！不要啊！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改！求求您饶我一命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！堂弟，不，林真传，以前是我们的错，你放了我们吧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只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我们好歹也算家人，让你们走得痛快一些，是我最后的仁慈。林家宅院内所有人都立刻到前堂来！剩下的这些人，全是曾经针对过我和我爹的人。林真传，我这就派人过来清理庭院，把这些尸体扔去乱葬岗。至于这林家祖宅，麻烦老祖帮我查一下林家之前被遣散的那些老仆，看看有谁愿意回来。往后就让他们帮我照看着这祖宅吧。师兄，你大仇得报，为何有点不开心？师兄，你做的没错，他们这些都是坏人。虽如此，但我内心还是有些牵动，怕是已成心魔。这样吧，听瑶、仙儿，我现在四处转转，你们先回去，争取早日适应拍卖行。以后这些你们多费费心。可是具体怎么操作呢？像极品筑基丹这类稀缺品，不会大量投放，偶尔拿出一颗压轴即可。至于极品聚气丹，就不用在意太多了。虽说价格不如极品筑基丹，但胜在需求庞大，能长期稳定吸引客源。再偶尔拿出几颗极品生生造化丹，这类高阶丹药当压轴，足以撑起拍卖行的名气。只要名气打出去，客人和优质拍品自然会主动找上门。拍卖行的盈利模式很简单，主要靠抽取佣金，可别小看这佣金，如果成交额度巨大，收益也相当可观。你们去吧。我爹之死幕后之人到底是谁？如此境界太高，我得快点结丹才行。我得先去找一处能结丹的宝地。此地乃沈家领地，这次结丹一应俱全。现在我准备的物资足以让我冲击结丹了。有着阵法和极品灵石加持，即便金丹巅峰修士来袭，也难以攻破。
谢谢你。原主早已经死了，只是心中仇恨未消，执念显化为心魔。好在我已经帮他报了仇，这份因果算清了。如果没有报仇，恐怕此刻已遭心魔反噬。从没听说过这种情况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很好。封主，还请节哀。大师姐若是泉下有知，也不愿看到您这般消沉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处理好大师姐的身后事。没想到，他要我以他为祭，用窥天术窥探天机，寻找一线生机，最终却以失败告终。你去安排吧。宗主法旨，关清风一切照旧。小离的身后事暂且搁置，3日之后再议。是。我这是死了吗？也好，本就是在苟延残喘，只愿师父不要太过伤心。若有来生，我依旧愿做他的弟子。可我真的要死了吗？我好不甘心。送我真名者，轮回中得见永生。什么名字？哪有这般逆天威能？我还不想死，我不要就这么死去！我不要死，我要喊出那2个字！胡闹！有这么大的背景，走什么轮回路？是想毁了这众生轮回之所吗？也不知出了什么差错，竟让你进了轮回路。这对眼睛与你有缘，便当作赔偿吧。明帝大人，您怎能如此行事？那可是上任明帝的九幽魔统啊！将这般至宝给了内人，岂不是意味着九幽要公开站队了？大征之事已至，众生皆为棋子。即便先帝在这大事面前易如蝼蚁，谁又能独善其身？你们莫不是觉得只要隐匿不出、不表立场，就能躲开这场浩劫？即便本帝身为轮回之主，也不敢断言能安然度过此劫。尔等不过区区仙王，竟也想作弊上官，简直可笑！难道真的躲不过吗？我等修行数元会，才有如今的实力与地位。若是在这场浩劫中化为尘土，未免太过可惜了。本帝又何尝甘心就此陨落？大征之事本就是一场豪赌，成则登峰造极，败则魂飞魄散。尔等退下吧，此事无需在意。我能看见东西了，我的眼睛好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徒儿，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师尊，我应该是死过一次了，可又莫名其妙活了过来，具体是怎么回事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没死就好，没死就好。对了，宗主特意下法旨，让我为小李停灵3日。难道从一开始，宗主就预料到会发生这种事？宗主太深不可测了。对了，小李，你身体要是没什么大碍，就跟我去见宗主。我没事。小李，放心，他没事。你这徒弟倒是有点意思，不如留在我身边吧。这是小李的造化，那就让他随时在宗主左右吧。那你退下吧。刚才看到了什么？弟子什么都没看到。你暂且留在我这边吧。弟子明白。小13，安排一下他的修行住处。跟我来吧。姐姐，我该怎么称呼你啊？名字没什么意义，宗主也记不住。在我那个圈子里，我排行13，你叫我13姐就行。太玄宗似乎正好有13位太上长老来着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啊，13姐，太玄宗里还有什么特殊圈子？
难道是宗主身边人的专属小圈子？不对，说起来，宗主他真的好可怕啊！话说，我这眼睛咋回事啊？以前也看不到那些东西啊。原来这金丹纹路还有这般讲究，显然是纹路越突出，实力就越强。这么说来，我即便眼下结成的是3纹金丹，也得靠9转金丹，从第1纹开始逐步强化，完成9次蜕变后，才能成为真正的完美金丹。师尊的金丹，恐怕也产生了异变。不然实力不会那么离谱，就是总觉得我和他之间还差了点东西，到底是啥呢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哪怕只是金丹1品，在普通金丹境里称一句无敌，也绝不过分。踏入金丹境，心里总算踏实多了，毕竟暗处还藏着针对我的人，实力上去了才敢硬气。到了金丹境，筑基期的符箓就没用了，对付筑基修士抬手就能镇压，没必要用符箓。得赶紧准备金丹境符箓，金丹境符箓功能更多，花样也杂，倒还挺有意思。哼，好在我还有冰道战匣，暂时够应付麻烦。拍卖行那边应该已经开卖了，有极品筑基丹镇场，不愁没客人，这次肯定能血赚。回头得多收些元婴境甚至化神境的炼器材料，把冰道战匣的品级往上提，才更稳妥。神石这东西还挺有意思，有个金丹境6层，看样子是冲我来的。不过真是奇怪，我结丹难道没有异象？那我还跑这里结丹做什么？哪来的金丹境神石？难道是沈家那几个老东西发现我了？应该是路过的金丹境修士，神识扫到我了，不然总不能是那个贱种吧？一个黄阶下品灵根，侥幸进了太玄宗，筑基就顶天了，结丹根本不可能。不过他这阵法倒是有点门道，不愧是太玄宗。底蕴就是厚，对他还挺舍得。不是吧？眼前这不是黄阶中品灵根吗？竟然是个金丹境修士！看够了吗？不对，你是林家那小子林渊。他不是黄阶下品灵根吗？怎么成了中品？对了，你不是筑基境吗？怎么成了金丹境修士？你认识我？这人会不会就是逼林万山囚禁我的幕后黑手？哼，多说无益。下辈子投个好胎吧。你莫不是林婉山口中的大人？可你之前明明不想杀我，不然我也活不到现在。怎么这次出手就下死手？我倒挺好奇原因。此一时彼一时，之前确实不能杀你，但这次我收到的命令就是取你狗命，老老实实受死，我还能让你少受点罪。元婴境法器看着还挺不错，太玄宗倒是大方，可惜呀，你一个金丹境根本发挥不出元婴境法宝的威力，这东西你握不住，还是给我吧。搞什么？一出手就自爆金丹法器，你他妈是疯子吧？哪有人这么战斗的？而我还是金丹6层。怎么会不敌你这个金丹1层？巧了，今天就是让你见识见识，老实交代，是谁派你来杀我的？你以为问了我就会说？哼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，今天算我栽了，但凡吭一声都算你赢。倒是挺硬气，不过你不说，我也大概有了猜测，应该是我母亲的家族派你来的吧？之前不杀我，想必是想用我的性命要挟我母亲就范，现在动手，应该是你们已经达成目的，我活不活也就无所谓了，对吗？不得不说，你这离谱的猜测逗到我了。本来我打算什么都不说，看在你这么搞笑的份上，就大发慈悲告诉你，你母亲啊，早就死了，都死了好几年了。什么？难受了？我要是你，不如趁早自杀算了，一了百了。为什么杀我父亲？为什么？他就是个没担当的孬种，他不死谁死？你肯定很好奇吧？我就好心告诉你一点吧，你父母的结合就是一场意外，
事后你那畜生爹吓得逃之夭夭，你娘回到家族后才发现怀了你。家族为了保存颜面，本来要她堕胎，她却死活不肯，拼了命把你生了下来。结果家族一怒之下把她杀了。还好她临死前求人把你送走，不然你早就成了一抔黄土。怎么样？知道真相是不是很痛苦？没人盼着你来到这世上，是你害死了你娘。我要是你，早自尽谢罪了。看来要让你失望了。我娘拼了命生下我，给了我这条命，就是希望我好好活着。我不仅要活下去，还要带着她的份，活得更精彩。所以，你是我母亲家族的人派来的。不好意思，你又猜错了。你母亲的家族早就没了，全死光了。靠！他妈就不能痛痛快快说话？少跟我玩这套！老实交代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派你来的？想知道啊？我偏不告诉你，毕竟我还要为家里人考虑。你也别得意，你早晚会来陪我。那位大人肯定还会派人来杀你，因为你是他的魔杖啊！靠，看来真得学一手搜魂术，或者摄魂术了，或者赶紧把幻梦蝶培养起来，不然再遇到这种情况，真是能憋死。呸！真是个穷鬼，比剑罡峰的人还穷。林真传，出什么事了？金丹境修士的尸体，天，黄阶中品灵根竟然能结成金丹，难不成地上的男子是林真传杀的？这下不好隐藏了，那就不隐藏了。这人想杀我，被我反杀了。目前我还不清楚幕后黑手是谁，你们让人把他的样貌画下来，四处打听打听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。查不到也没关系，我们回去就安排。开门红，真是开门红啊！极品筑基丹的诱惑力太大了。周围有头有脸的势力都来了，最后拍出了天价，而且我们透露出后续还有极品丹药，这下不愁没客人了。客人一多，自然会有更多人主动送拍品过来。那就好。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？都是些小打小闹的麻烦，有太玄宗的名头在，再加上沈家老祖坐镇，没人敢在拍卖会上捣乱。有解决不了的事就找沈家，沈家搞不定就派人通知我，我会让人过来处理。还有个小问题，就是杀人夺宝的事儿，他们不敢在拍卖行动手，可一出拍卖行，就有人敢铤而走险。要是出事的客人多了，会影响拍卖行的名声，咱们得尽快招一批人手。要是客人有需要，就派人护送，确保他们安全。等我回太玄宗，先招一批弟子过来，专门给客户提供护送服务。小竹峰以后肯定要扩张招弟子，总得给他们安排任务和福利待遇，总不能学剑罡峰那群穷逼，让弟子们去给其他峰打工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久而久之根本招不到优质弟子。这样一来，既能把产业经营好，赚的钱能用来发展小竹峰，让林真传费心了。小事。对了，我卖丹药赚的灵石，记得帮我收购资源，只要是我需要的，都帮我收集，贵一点也没关系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干不好，反倒被人反杀了！求求你不要伤害他好不好？他是姐姐唯一的血脉。妇人之仁，一个死了的女人，值得你这么念念不忘。那个废物不死，你就永远过不了心里那关，根本没法更进一步。他是无辜的，正因为你这样，我才非要杀他不可。除非你让我炼化你的意识，将身体交给我。不可能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我清楚，一旦你炼化了我的意识，肯定会杀了他。怎么可能？我们卡了这么久，就是因为你始终不肯信我，才迈不过第9步的道心与魔种融合。一旦融合成功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。你舍不得杀他，我又怎么会动手？我要是被你炼化了意识，那我还能是我吗？谁能保证我还守得住初心？更何况你之前明明答应我，只杀那个害了姐姐的男人，绝对不会伤害小月。结果呢，你还是派人去杀他了，这让我怎么再信你？如果不是你始终揪着过去不放，我犯得着非要杀他，断你最后一丝念想吗？你为你那个姐姐做的还不够多？为了给她报仇，你甘愿堕入魔道修炼道心咒魔大法，你拼到半条命都快没了，才屠尽那个偌大的元婴家族。本分尽到了，就该放下过去为自己活。另外2个圣女都踏入第9步成魔了，我们再不融合，圣女之争只有死路一条。够了，我既然愿意为他堕魔，为他屠灭整个家族，就绝不会为了自己的命害死姐姐最后的血脉。我要做的事已经做完了，
天魔宗圣女之位我根本不想要！我看你才是蠢透了！你当天魔宗是什么善地？你该清楚道心众魔大法的。天魔宗把你送进正道宗门，让你学玄门正宗心法，打牢道心根基，又让宗内即将作化的大成境修士把毕生凝聚的精气神全渡给你，在你体内种下魔种，这才让你踏入功法第2阶段。你知道天魔宗在你身上投入了多少？你要是敢半途而废，咱们俩都得死无全身。道心众魔大法，只有迈入第11步，才能剥离魔种人格，回归本我，做回最初的自己。我不管什么圣女之争，我绝不会让你动小渊，除非我死！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？到时候林渊还是要死，你也会彻底消失。我绝不会要你得逞，这由不得你。林家三姑婆一脉已灭，可林家还是要发展的，这些物资留给你们。家主，你在太玄宗变强，我们才能活得更好，你留着吧。我不会缺资源的，师尊和宗门待我不薄，留着吧。拍卖行的事就交给你们了，后续资源我会派人不停送。是，林真传。你结丹了，这也太离谱了！我特意压着境界不晋升元婴，本就是想等机会帮他夺些造化，希望能用逆天宝药帮他强行结丹。毕竟林渊灵根太差了，正常来说几乎没有结丹可能性。没成想这小子下山一趟，居然自己悄咪咪结丹了。弟子之前去丹顶峰请教过宋师伯，得了些炼丹经验，现在能炼出完美降尘丹，靠着丹药辅助，就顺利结丹了。你确定？这话跟我说说就好，可别让你宋师伯听见，不然我怕他羞得从丹顶峰跳下去。师姐自己都练不出完美降尘丹，哪有本事指点林渊练出来？不对，你的金丹气息太强了，跟普通金丹完全不一样，让我仔细看看。这不用了吧？哼，我还能害你不成？藏藏掖掖的干什么？快过来让我看看！我眼花了，这是异变九纹金丹，这可是连天阶灵根都做不到的事。你一个黄阶下品灵根，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弟子也不清楚具体缘由，不过师尊您也知道我在林家的遭遇。这次彻底解决林家的时候，结丹时心魔被金丹吸收，然后就变成了这样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。你这情况太过特殊，我也没听过类似的先例。先不说金丹异变的事，你这九纹金丹又是怎么搞出来的？别说话，让我仔细看看。还好还好，我还真怕你被什么老怪物夺舍了。看来是我多虑了。其实是弟子得了一套秘法和丹方，就是之前提过的那位2品炼丹师传承里的。那丹药叫九转金丹，能补全金丹底蕴，助人凝结完美金丹。只是那位前辈天赋有限，自身只修到筑基境，没能用上这丹方。竟还有这种丹药，难怪你没找我要金丹境的结丹法门，就自己悄悄结丹了。弟子也是赌一把，不确定这丹药和法门能不能成。毕竟我的灵根太差，怕说了之后让师尊失望，就没敢提前告知。你呀，早跟你说过，我会帮你夺造化，你却不肯多依靠我这个师尊。好在结局是好的，只是这事太过扎眼。黄阶下品，不，你灵根品级成了黄阶中品，想必是异变结丹所致吧？如此低微的灵根，完美筑基，还凝结出异变九纹金丹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整个修仙界都会疯狂，各方势力必然会不择手段来抢你这丹方和秘法。我得去你祖师那边，帮你讨个遮掩气息的法门，绝不能让人发现你的异常。遮掩气息的，这感情好啊！那就麻烦师尊了。
师尊。徒儿，怎么突然跑来找我？徒儿突然觉得好没面子。师尊，您知道吗？我那弟子林渊机缘巧合得了套秘法和丹方，那丹方能助人凝结完美金丹。他结丹时还受心魔影响，金丹直接异变了。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？是好事没错，可我这个师尊跟个摆设似的，他成长路上我几乎没帮上什么修行上的忙。那小子实在太邪门了，我刚才都差点以为他被老怪物夺舍了。你又不是只有一个弟子，弟子省心难道不好？大弟子那边没能给你的成就感，倒是能在二弟子身上找找。你第一次当师傅，得明白一碗水端平的道理，免得弟子间心生嫌隙。师尊教训的是，弟子明白了。不过林渊这事确实棘手，那九转金丹要是被外人知晓，必定会引来杀身之祸，弟子不知该如何处置。这你大可放心，世间诸事皆有定数，九转金丹乃夺天地造化之物，9颗便是极限。你回去让林渊再试着练一次，他自然会发现再也练不出来了。还有这事？那是自然，世间万物皆有定数，越是珍贵的东西越难量产。九转金丹也是同理，绝不可能批量炼制。那九转金丹的事，徒儿就放心了。可林渊那是异变9纹金丹，我自身天赋出众，凝结异变金丹倒也合理。可他是黄阶下品灵根，这就太过扎眼了。一旦被人察觉，必定会有人心生歹念，暗中图谋。所以徒儿想求师尊赐下一门遮掩法门，帮他隐藏金丹异常，免得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事好办，我这儿恰好有一门适合他的法门，名为纳地归虚诀。此法能吸纳大地厚德之气，调和体内阴阳，既能进一步稳固他的根基，更能隔绝他人窥探，隐藏金丹秘密。师尊竟有这等法门，徒儿此前从没听说过。这法门本就不适合你修炼，倒是你那徒儿恰好合适。你回去后只可传给他一人，切记不可交给其他弟子，更不可擅自修炼，否则只会害了他们。弟子明白。师尊，这功法精妙绝伦，算是什么品级？能否称得上仙品？仙品之所以是仙品，那是因为它只能是仙品。有些功法初看平平无奇，可在特定之人、特定境遇下，所能发挥的威力，远非仙品功法可比。这纳地归虚诀便是如此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你欺负蒹葭了？冤枉啊，师尊！弟子真没做什么。刚从您洞府出来就碰到师妹，她一看见我，二话不说就坐在地上哭了。我问她原因，她也不肯说。弟子现在也一头雾水啊。蒹葭，你怎么回事？师尊，徒儿心里难受啊，好难受！这个林渊怎么回事？我本是代师学艺，资质远超林渊。我刚筑基成功没多久，林渊就一路冲到了筑基6层。我现在筑基2层，他外出半个月，竟然直接结丹了。看来是我太过忽视他了。蒹葭，你随我回洞府一趟。你师兄灵根太差，今生本就注定成就有限，而林家曾对我有大恩，我即便倾尽所有，也要保他一程。他这次修行速度突飞猛进，也是我刻意为之。你能明白为师的难处吗？所以师兄是师尊寻来逆天宝药，强行帮他结丹的。林渊结丹的真相太过惊人，绝不能对外泄露。可以这么说，师尊，徒儿不是嫉妒师兄，只是觉得自己灵根比他好，却被他越甩越远，一时没绷住。您的难处徒儿懂，林家对您有恩，您帮他也是应该的。徒儿天赋不差，不靠这些外物也能追上，往后会静下心来好好修炼，不再浮躁了。林渊黄阶下品，这种金丹多半也是战力低下，潜力也耗尽了。我只是暂时落后，凭我的完美筑基，将来大概率能凝结8纹金丹，迟早能追上，甚至远超林渊，根本没必要计较这一时得失。虽说修炼不应一味依赖外物，但为师也会尽力为你寻来一些温和的辅助资源，帮你加快修炼进度，不落后于他人。这些你先拿着用，晚点我再让你师兄给你送些丹药过来。多谢师尊。
我去找你师祖说了你的金丹情况，他提及九转金丹是夺天地造化之物，9颗便是极限，之后就再也练不出来了。还有这事儿？那我试试。失误了？不是失误，我状态极好，每一步都做到了完美，只是最后一步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冥冥中阻止成丹。看来师祖说的没错，这9转金丹真的只能炼制9颗。那位素未谋面的师祖，似乎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，竟能精准洞悉这等天地秘辛。这样也好，毕竟这不是完美筑基丹，影响实在太大。如果你能无限炼制，后续如何处置反而会让人头疼。不能再练，倒也省去不少麻烦。另外，我找你师祖为你求了一门功法，名叫纳地归虚诀，能遮掩你异变9纹金丹的异样。往后行事务必谨慎，万万不可暴露金丹秘密，否则必会引来各方势力觊觎，招来杀身之祸。如果林渊是天阶灵根，达到这样的成就，没人会过分深究。可他黄阶灵根，达到如此成就便很可怕了。他的表现给了所有人希望，而这个希望最后变成贪念。好了，你下去修炼吧。这功法师祖特意叮嘱，只适合你一人修炼，其他人绝不能学，切记不可透露给任何人。另外，你准备一些物资给你师妹送去，为师将你现在成就全部归到你柯资源身上。那更好啊，这样师妹嫉妒心更大，心里更不平衡，我又能刷一波返还了。弟子明白。修士一般都是吸收灵气修炼，这吸收地气修炼的功法，我还是头一次听说，感觉还挺新奇的。先回去试试效果。这纳地归虚诀，竟与他的吞天引气诀隐隐有些联系。头疼啊！不过总归是好事，纳地归虚诀没什么隐患，还能完美隐藏我异变9纹金丹的秘密，哪怕是高阶修者也很难发现端倪。只要我不在战斗中暴露实力，几乎不可能被人察觉，这能帮我省去无数麻烦。当然，如果非要暴露，那么只要确定可以灭口，就能确保安全。而我如今刚入金丹境，还不算强大，正是需要时间成长的时候。有这门功法在，便能安心提升自己。每次师妹返的奖励都多多的，这次我给她塞得满满当当，希望返一波更丰厚的奖励。我是小竹峰资质最高的弟子，师尊已经开始重视我了，这次还特意要林渊送物资给我，肯定很丰厚，还真是期待啊！师妹，开门，师兄给你送物资来了。师妹，师尊叫我给你的资源。知道了，谢谢师兄。那没其他事，我继续修炼了。好，师妹，你一定要抓紧修炼，跟上师兄的步伐，不要辜负师尊一片好意。你也好意思提这个？你不磕师尊那么多资源，如果都给我磕，我比你提升的还快。再会了，师兄。这次是师尊亲自叫他送我的，里面肯定有好玩呀。这次我可下了血本，希望系统给力一点啊！检测到宿主被占便宜，损失金光护体符30，遁地符30，筑基境极品丹药若干，炼气筑基金丹境炼气材料若干，幻灵泉、雷遁术、残本，上品灵石100折合，下品灵石100万，触发5000倍返还。奖励发放：五行护体符30，虚空小诺衣服30，化神境极品丹药若干，元婴化神炼虚境炼气材料若干，秘术之万化身，完整天雷遁术，极品灵石5000块。来了来了，果然还是师妹靠谱。照这个趋势，以后还能继续薅下去。见过三圣女大人，我要你们去杀一个人，此人是太玄宗真传弟子林渊，
可有问题？圣女大人，太玄宗底蕴不输我天魔宗，真传弟子身份尊贵，杀他不难，但后续麻烦肯定不小。太玄宗绝不可能善罢甘休，必然会寻仇报复。另外2位圣女也绝不会放过这个落井下石的机会。此事对您不利，不如换个法子。你说的有道理，那你说该如何除掉他？之前圣女就曾调查过此人，据属下所知，那林渊目前不过筑基境界，如果让他在秘境试炼中意外殒命，倒也合情合理，谁也挑不出毛病。圣女大人可以让人去太玄宗联络，提议开放我天魔宗的试炼秘境，与他们交换秘境名额，说是为了提升2派筑基弟子的实力，之后再安排几个得力弟子在秘境里动手即可。好主意，这事就交给你去办。属下遵命。别怪我心狠，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。你资质平平，本就成不了什么气候，不如成全我，也算是物尽其用。